佘先生。大家好，我是布莱达。好，这次我们终于把 R1、R2、R3 还有 R 杠全部整个都做完了，然后这一次还做了这一盒配件包啊。在我们合体之前啊，我们先来介绍一下，给大家看看这个配件包里面到底有哪些东西。它里面附了很多一些特效件，还有一些合体的时候会需要用到的零件。特效件的话，就是有一些个别使用的，像是有 R1 的天上天下念动破碎件的那个键的特效零件，然后还有 R 杠的它的斩击回力镖的光束的特效零件，还会有 SRX 合体之后会用到的一些特效零件，像是眼镜光束跟巨人飞踢的特效零件这样子。这个在游戏里面其实并不是很常用到的招式。巨人飞踢最常用吧？眼镜光束我根本没用过，好吗？射程比较长，反击就用这招，打得不痛啊！你不可能反击就用一击必杀。好，你不要射太远。还有这个 R 杠的这个枪终于装起来了。那虽然不需要买这盒特效件，也可以合成 SRX， 但是如果要用就是最强的合体攻击的一击必杀炮的话，一击必杀炮就是加 R 杠的。R 杠的强化装备是附在这一盒里面的，它的背上的炮管。对，所以假设没有买配件包的话，它那个炮就没办法弄成完全起来。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武器展示用的支架，这盒里面也都有在附这样子。就是它附的很齐全啊，其实摆起来就是真的。是啊，几乎整个游戏里面的招式它都可以。我觉得少了一个R1的那个，它后面有多一招变飞机之后，它的那个剑是装在前面去撞的。这招好像比较少见，而且你看这三个合起来之后，我们现在把 R 杠推出，这个就变成传说中的还有 R Formation 的合体技耶。虽然平常大部分我们玩的时候都是合在一只啊，可是其实游戏里面3只可以做出合体技也是非常的厉害。我们这边简单讲解一下，像我们这边到底做了什么。基本上都是完全的全机涂装，像这只 R1 的话，它可以变形，然后像无缝那些东西也可以做。除了可以变形之外，它整只在合体里面是包在整只 SRX 的身体里面，还有露出一点点的头。那 R2 嘞 ，R2 这个部分呢，就是也是一样，完全全机涂装，然后也做了无缝处理。那这一只在它这个合体里面呢，算是胸部跟手的位置。那这个在我们之前的影片有 R1 跟 R 杠的影片，还有 R2 的个别的影片，都可以去找到更详尽的影片。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回去回顾一下。另外的话，就是像 R3 这个部分，它这组套件它有分成 R3 的本体跟这个强化套件。那 R3 的本体它变形之后，基本上就是 SRX 的腰部。那它有另外附一个就是合体专用的零件。那强化组件这个部分的话，合体之后会变成 SRX 的脚。那这一台的话，大家可以看到，相对它的体积是比其他只大蛮多的，因为 SRX 整个最下半身非常的厚重，都是这个角，所以它的零件会比较多一点，也比较大一点。那也是一样，都做基本的一些处理，细节有在追加一点点造型这样子。那最后一只的话，这个 R 杠的部分，它虽然合体没有跟另外3只一起合成 SRX 的身体的部分，但是它整只可以变形，再加上最后配件包里面附的这个强化组件的话，它就会变成 SRX 最强的合体技的一击必杀炮这个枪的这个部分。那制作的话，因为这只比较小，跟 R1 其实是大小也差不多，制作方式也都蛮类似的这样子。好了，那这样子讲完了，我们等一下就来准备合体。好。
合体完成了。你这个眼镜帅啊！帅，这个是这一盒里面负责人的眼镜，假装变成 SRX。对，塔布雷斯特公司的商标，但其实戴上去是什么都看不到。我现在是瞎着眼跟观众讲话，好吗？我拿下来。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来合体哦，其实都应该可以在影片里面看到。这虽然在影片里面只有几秒钟这样带过去，但其实我们光是这一个 SMP 的，我们就合了1个多小时，1个多小时哦。那我们又跟我们的朋友借到了千子链的 SRX。我们又花了1个多小时才把它装起来，就是让大家观众可以比较一下这2个不太一样的地方。我们先从外形说起来好了，你可以看到 SMP 的 SRX 整个大了1圈，大概差了大概5公分左右，3-5公分这样子。然后它的武器，看这个天上天下念弄爆碎剑的大小，哦 ，SMP 的超大一把，对不对？那有趣的是 ，SMP 的 R 杠的比例相较于千子链的，小了不少。你看千子链的整个就大只了很多，这个也是蛮特殊的地方啊。整只 R 杠站起来还没变形之前就比它就大很多。那还有一点就是可动度的部分，所以可以看观众可以在影片中看到我们 SMP 摆了很多可动的地方，很多动作都不一样。那我们请师傅来讲讲看。最主要差别就是在它的这个肩关节啊，它的这原本是R2的脚掌嘛，这个肩关节的部分它是几乎可以整个翻上来，所以它的手可以举得非常的高，所以就摆出很多很帅气的动作。然后像它的这个腰，可以看到它的这边它做的看起来比较厚实，但是相对的它这边比较空的这一块，它的腰是可以前倾的，所以它的腰的姿势摆动的那个幅度也可以比较大，很多动作看起来就更动感。对，然后像它的脚的话，它的这边的因为千子链的这一款，它虽然也是有替换零件，但是它不像 SMP， 它是一整个完全替换掉的关节，所以它的这个骨关节这个部分，不管是前后动、左右开，其实活动的范围也都很大，也不会垮掉，对不对？我刚试着玩这个就。稍微动一下，啪，就会有点松掉，对，所以就没有可动度，不像这个 SMP 的一样有那么多的动作。所以像它一些我们成品展示的时候有摆一些很经典的招式，巨人飞踢啊，或者是它的念动拳之类的，还有那个念动爆碎剑的这些姿势，几乎都摆得出来。对，真的很有诚意，很好玩，很好玩。虽然很累，而且其实。主要是我组装 R2 跟 R1， 然后像千子链的话，也是我还顺便组了 R 杠。我发现他们这个2个机体设计，2个公司设计的机体合体的逻辑就不大一样了。像 SMP 很多地方它就是直接转过去，然后千子链可能就是用卡榫插入式的，所以这实际打完过合体起来之后，虽然很累，可是发现2间公司的设计方式不大一样，是蛮有趣的啦。那各有利弊啦。像千子链的话，它是用金属关节，所以它其实相当的稳固。可是以可动度跟摆姿势好看来说，SMP 这个摆起来真的无敌帅啊！这一组可以看到它3台可以这样合体变形，真的是设计真的很厉害。对，真的是相当厉害。我觉得没有愧对于它的价钱。因为其实我们在装的时候都会嫌 SMP 料烂了，但是因为它是用 ABS 来当材质，所以它其实组装的强度很够，不错，很够，很强，很坚固，不会因为这样变形卡榫断掉，都不会这样子。而且很多那个姿势，我看到那个师傅摆起来一些姿势，像那个 kick 的那个姿势，还有把这个剑整个举上去，我就感动到不行哦，要起鸡毛疙瘩啦！希望大家这一次也喜欢我们这个节目啊，这个 SX 的这个系列到这边算是结束，圆满的结束了。对，然后我们很认真，摄影师也拍了很久啊。我们当然这4支也是做了很久，然后还顺便拿到一些其他东西来跟大家顺便比较一下，希望大家也会喜欢这节目。那喜欢我们的频道跟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跟分享啊。好，那希望大家喜欢这次影片啊，我们就再见喽，拜拜。那我还是很好奇，市面上既然已经有这种玩具完成品了，那你们为什么要花这么长的时间，然后把它做成这个样子？还不是你叫我做的。好，没有，师傅认真讲一下这边。好，来。就虽然这个完成品它已经也是设计的蛮好的，但是毕竟怎么说，大量生产的地方还是会有一些，不管是
涂装上的瑕疵，或者是一些汤口，对，然后有它的涂装边缘还是会没有那么的锐利，然后整个成型也就是这样单色，所以我们也还是把它照着我们一般制作模型的方法，这些阴影高光，然后把所有各种色素会出现的问题，把它全部处理好。我相信质感一定还是会比这个完成品看起来就像是无缝啊。其实这个千纸链的很多地方很明显都还看得出来，就是有缝啊，一条缝在那边。你一个做模型的人看到沙多大的缝，你不补你也难过啊，对不对？最终就是透过我们模型人的手艺，完成你们心目中的 SRX。对，这是所谓的完成度。